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李一桐白色礼服造型亮眼鹅厂片单，从受关注到稳居女主，她凭什么成为娱乐圈审美风向标？李一桐这次到底换了什么段位？不是看那条白色露肩长裙有多仙，而是看她被放在了什么位置。鹅厂年度片单中央，2部待播重古装女主，配套一整套星光大片叠着发。这不是简单拍个好看照片，是平台在明晃晃告诉你，这块牌子他们准备长期压。有意思的是，他的路从来不是那种一句爆全国刷屏的爽文路线。2017年《射雕英雄传》黄蓉出圈，是先被骂后被夸的典型。当年一开播，大量弹幕都在问这是谁新黄蓉靠得住吗？黄蓉这个 IP 本身又自带对比滤镜，谁来演都要先来一轮审视。结果剧播到2刷3刷，风评价慢慢反转，灵气有，调皮有，动作戏也不糊弄。观众不是被安利话术洗脑，而是看完剧真诚地修正了对他的预期。这种后进型好感在流量时代其实挺稀缺。你再往前翻，他一开始就是古装脸被捧出来的，半妖倾城海棠惊雨胭脂透里那种一出场，画面会安静半秒的存在感，其实早就埋下伏笔。他是典型镜头友好型，五官不锐利也不寡淡，灯一打上去，阴影不乱，线条干干净净。摄影师都爱这种，拍古装时灯组可以少打1排。后期修图也不用把人变成另外一个物种，只要把它本身那点轻欠儿加强就行。所以这次鹅厂片单白裙大片才好玩。白色长裙、露肩、侧光，构图是标准的资源咖配置，但它站在那，气质却不是你快夸我美，而是有点我就这样，你随意。评论区一水儿的绝美清丽绝美自带古韵，听上去像10年前论坛文案。可你仔细看他这张脸，现代装清爽不油，换古装又有书卷气，反而在现在这堆滤镜脸里显得特别有辨识度。这也暴露出一个现实，这2年娱乐圈的审美确实拐进了小胡同。统一的鼻子、下巴、半永久妆面，加上滤镜精修，大家刷久了会视觉疲劳。你很难记得某一张具体的脸，只记得一整批标准件。李一桐这种不那么攻击、不用力营业的脸，反倒成了清流。他这次大片也是，你能看出修图痕迹，但不会觉得人被 P 成另一个样子，而是原本气质被放大了，这点挺关键。再看鹅厂这次给他排的戏，一边是云秀行里的灵动范云，一边是金枝里的坚韧陈雀儿，方向完全不一样。范云的设定是又飒又柔，古装造型轻盈，定妆照里眼神有好奇有算计，人像从水墨里跳出来。这个灵动不是靠瞪大眼睛装可爱，而是他站在那里，你会想多看2秒，想知道这个人下一步要干嘛。金枝那边陈雀儿就是另一条路子，官方写的是从底层一步步进入权力漩涡。这种人物本身就要求带苦涩，带很近。鹅厂发的海报里，他的眼神明显收住了，光从侧面扫过去，有种你别把我当好捏的紧绷感。这2种气质放在同一个片单里，很像平台在做一个实验，看他能不能从温柔清丽一口气跨到隐忍锋利。要知道，他给大众留下的初印象一直是偏柔的五官，不具攻击性，笑起来有点邻家妹妹的味道。现在平台给他开的是一条更硬的路，让他演那种咬牙过日子的劲儿。这是在帮他拆气质牢笼，不然演员很容易被锁死在一个格子里，永远只能演同一类女主。从产业角度看，这套操作节奏也算标准答案。他这些年的履历拼起来，海棠惊雨胭脂透见王朝道，爱我就别想太多。古装、民国、现代都试过，
戏一部接一部，但没有那种轰到国民级别的大爆款。观众对他的评价也很微妙，有人觉得他有点淡，存在感不算强。但你真要列作品，又能列出一串。这就是典型的缓慢累积型中生代路线，不依赖八卦，不刷极端话题热搜，而是靠平台头部项目把稳定女主的位置一点点坐稳。所以鹅厂今年片单的这组海报，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给他换赛道的信号。构图就是资源玩家范儿，暗背景、侧光，人站在中央，裙摆像云一样铺开。视觉上在提醒你他是平台重点演员之一。平台片单从来不乱塞脸，每一张海报背后都是项目压注，压的是他未来2-3年的女主位次。比起短视频一夜爆红，这种压注对演员来说靠谱得多，也残酷得多，因为后续每一部戏的表现，平台都会算账。观众端的心理更复杂，一边喊着想看点真诚的，一边又习惯用炸不炸、列够不够上头来衡量演技。李一桐这类演员刚好卡在这中间，他的表演不是走极端路线，你很少能在他身上看到微博热搜而刻意拉满的情绪，他更多是在做细微调整。黄蓉耍赖时，先是眼神一变，嘴角才跟着抖一下。陈雀儿的坚韧是肩膀绷紧，手指慢慢握起来，而不是上来一通吼。对习惯看表情包式演技的观众来说，可能不够炸裂，但你看10几集，会觉得这个人是活的，而不是一连串表演提示。这也和平台现在追的古装质感对上了节奏。鹅厂这几年古装项目整体往浪漫、精致、梦境赶走，云秀行金枝这种项目，从海报就能看出是朝如梦似幻的星光气质去掉的。李一桐站在这种布景里，不抢戏，也不被压住，这说明他和平台的审美是对得上的。审美合拍，才能有长期绑定的可能，否则早晚分道扬镳。从更大盘看，他其实补上的是一个挺空的审美格子。早些年带一点书卷气、古典感但不端着的女主，是赵丽颖早期，刘诗诗中期在填。那一波人现在年龄、家庭、市场重心都在往另一个阶段偏，平台需要新面孔来承接这类气质。李一桐这种清丽又松弛的长相，再加上她古装马面裙、盘发、淡妆都能撑住的条件，很自然就被推到了台前。再说回那条白色长裙，肩线是露的，裙摆是飘的，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把它往性感方向去剪，但实际画面却是轻盈感占主导。它不像某些造型，恨不得把每一寸锁骨都拿出来营业，而是更像在完成一个镜头里的角色，那个站在光影缝隙里的女人。有故事，但不急着把故事端给你。观众刷到这张图，很容易就留一秒。留一秒，对现在这个信息流时代来说，已经是挺高的赞赏度。当然，现实一点说，他现在还确实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级代表作。从被认可到被记住，中间横着的就是一部戏。黄蓉有口碑，但没完全打穿，后面几部戏也都有讨论，但还没形成角色名一出，所有人都点头的那种统一记忆。云秀行的范云也好，金枝的陈雀儿也好，都是有潜力去冲这道线的角色。鹅厂这回片单预热打得这么精致，就是在帮他续这口气，下一步要冲一下。他能不能趟过去，谁都不敢打包票。娱乐圈风向变化太快，平台策略随时调整，但至少在当下，他已经从被质疑能不能担女主走到了被当成稳定女主来规划的阶段。这中间靠的不是突然爆发，而是几年的作品累积，加上他那张越看越顺眼、越拍越显干净的脸。对一个女演员来说，在这个讲究即刻反馈、讲究高频热搜的时代，能走到被认真对待的一波人里，
本身就是一种奢侈，剩下的就交给作品，交给时间。观众愿意为了你多停一下手指，这条路就还值得往前走。